这两天有一个话题特别火，就是那个杨铮林啊，他说河南人不好，就这个话题啊，这两天特别火，我都刷到好几十遍了。我就想讲一讲这个话题，就是河南人到底好不好，就讲这个话题。这个话题很敏感，我就客观的讲一讲。为啥是客观呀？客观的意思就是我不站在任何立场，不能因为我怕得罪河南人啊，我就一个劲的夸河南人，也不能因为别人都说河南人不好，所以说我就一直骂河南人。我不能有任何立场，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河南人到底怎么样。先讲一讲我看到的河南人。我是山东人，山东菏泽的，菏泽和河南的商就挨着，所以说我见到过很多的河南人，在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的河南人，而且我的口音啊，我们的菏泽那边的口音和河南那边的口音有点相像，所以说我就先讲一下我印象中的河南人。先讲一下这个河南人为什么在这个名声这么差，先讲一下原因啊。其实它是有原因的，原因就是在十几年或者20年前吧常常发生一些什么行骗呀、什么偷盗的事情，常常都有河南人的身影。我们看一些新闻啊，常常有河南人的身影。那么有人说，那全国各地都有，哪个地方没有犯罪，哪个地方没有偷盗，为什么老说河南人？那没办法呀，那河南这么明显，首先他这个口音就非常明显。你比如说一个湖南人，他去外地做什么偷盗的，他那个口音不是很明显，一般人听他的口音还真听不出是湖南人，除非有特别明显的，所以说才能知道他是湖南人。但是河南人不一样，河南人口音非常明显，你一听都知道是河南人，哪怕他是山东周边或者是河北的，有点接近河南人的那个口音，也就认定为河南人。这就是这个河南人名声不好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这个口音太明显了。他要是犯点罪啊，就是诈骗、这个骗人呀，还有这个偷盗啊，都会按在河南人身上，这也是这个被冤枉的之一啊原因之一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南啊，它人口非常多啊，它是一个中原大省啊，人口非常多，而且河南这个地方，它有很少的这个工作岗位啊，就比如说很多厂吧，很多大型的厂，在河南很少啊。一般大家在全国各地都能碰到河南人，河南人分布很广，去中国各地啊打工，所以说这个河南在全国的这个辨识度非常高，非常高的话，就会假如你一犯罪一犯错，那么就会造成河南人影响不好的另一个原因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分布比较广。那么当然了，也有河南本身的一些原因，就是河南这个文化呀，它是一个中原文化。你说它像南方吧，像南方人那种儒雅的文化吧，它又不太像。比如像北方那么彪悍吧，它又没有那么彪悍。他这个河南人的性格啊，他是属于不温不暴的那种性格。所以说河南人在河南省内啊，会有很多那种欺骗那种事件发生啊。我以前在河南的时候啊，在火车站啊都丢过很多东西啊。我记得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就是丢一个钱包，我也不知道是被偷还是怎么回事。还有一次啊，也是在哪个火车站，好像是南阳火车站，也是差点被骗，骗人的还是蛮多的啊。
其实他们这种骗子啊，说白了哈，他也没有什么暴力，没有什么暴力，他就不跟你讲道德啊，就是不跟你按套路出牌，没有什么职业操守啊，就纯骗。在河南是尤为明显，只能说是明显，全国各地哪都有，但是河南是最明显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能说河南不好吗？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和河南人做朋友，和河南人交流。我认为河南人很容易亲近，尤其他的口音啊，我刚才讲了，他的辨识度非常高，所以说和河南人聊天有一种那种很暖心的感觉。你要和其他省的人聊天，那可能有一种外地人的感觉，但是和河南人聊天，给人感觉很朴实。无论这个人啊是好是坏，但是一聊天就感觉这个人很朴实，很想和他交流，性格都很相投。这是河南，而且河南啊，你千万，他这个好坏的比例啊，大概是7:3吧，就是好人占70%，坏人占30%。所以说好人是绝大多数。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河南农村呀？河南农村农民的朴实啊，是可以说是中国里面最好的、最单纯、最善良的一类人了哈。因为我认识很多河南朋友啊，去过他们家里，在河南也生活一段时间，我感觉河南人那种朴实劲儿啊，那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啊。河南人他这个绝大多数河南人啊，他是质朴善良，而且很容易被欺负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河南人？你咋不骂东北人呢？难道东北人就全是好人吗？为啥？原因就是人家东北人脾气大嘛，你骂我还骂回去，我还可能揍你一顿。而河南这边他这个骨子里啊，他有中国的那个，哎呀，这个还有道德方面的问题啊，真不好讲。性格方面的问题，就是他有一种慈悲性。河南人身上有很多慈悲性，他不忍心，就是他有时候吧，他比如说有的人特别暴力，有的人他就不忍心动手，他有那种慈悲性，在河南人身上，就是河南周边这些人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。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骂河南人，你可以在评底下他可能给你回过去，但是在网上我很少看到有河南人有很激烈的这个反应哈。所以说河南本质是好的，而且他这个好人身上的优点啊，是中国人里面我感觉应该是最好的。当然他的坏人里面也是真的很坏啊。最后我就是想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为什么说河南影响这么大？原因不是因为河南人好与坏，因为啊河南人啊口音太明显，而且分布太广，所以说才这个造成了河南影响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啊。